刚才在個轉到節目嘅現場，所好來新聞幕後等然睇下來關注嘅4禮拜英國首相蘇納克嘅另外解散國會提前提前咯。嗱，到底係為到乜嘅韓國呢？係為到嗱未來嘅保守黨繼續之戰來提前嘅來做具體嘅動作咯。咁今日搶到嘅係香港太后嘅王清美教授為大家來做解釋。老師你好，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老師，我想請教一下，說這一次的英國首相蘇納克看到這個解散工會，然後本來應該是年底或是明年初才會舉辦大選，他提前了。老師你怎麼看這件事情？說是因為現在的支持度實在是一直下滑，他為要做止血的動作嗎？還是說他有其他的考量？是，其實目前呢，根據這個英國的規定，其實今年的大選是落在這個年底之前就必須完成。那所以外界一直很議論說，究竟大概什麼時候會舉行選舉？那這是他在7月舉行國會改選，其實比較罕見，因為根據統計，其實過去在1945年2次大戰以後，其實只有這一次是在7月舉行這個大選。那因為大部分情況是7、8月是放暑假就是的時候，所以一般英國國會大選大部分是落在這個10月，然後或是像4、5月，好，所以7月是相對比較罕見，那也凸顯出其實蘇納克政府他的這個壓力。那外界其實對於什麼時候要舉行國會大選，其實外界也是議論紛紛。那包括這個前陣子國會也傳出很多流言蜚語，說究竟是不是落在7月？那也另外還有傳出可能是黨內逼宮的壓力，然後讓蘇納克不得不就是在這個時候，就是在7月會舉行一個比較罕見的這個國會改選。所以這個時間是蠻有一點尷尬嘛，或有點敏感嘛。那蘇納克的考量是什麼？其實目前其實蘇納克他的民調其實是非常低，那這個包括目前的統計，大概差不多只有這個兩三成左右。那所以其實現在改選對他其實不利，但是如果拖到年底，其實變數其實也更多。那所以我覺得他選擇這個時候進行改選，就剛提到說，我覺得可能是有一些這個黨內逼宮的壓力，然後讓他不得不為之。那我真的覺得說，這個你剛剛有提到說到年底，如果就是在往後4個月哈，我再來舉行，就是照正常時間選舉。對他來講，對整個保守黨政權來講，變數到底有哪一些變數呢？是對，因為像現在雖然英國的經濟是通膨率是放緩，但是整體經濟表現其實並沒有特別好。那包括其實最近幾年這個蘇納克執政期間引起比較多爭議是有關這個難民的議題。那其實蘇納克本來是他計劃可能在選後他可能就會執行這個把難民遣送到盧安達的計劃。那這個也是引起很多的爭議。因為這樣子他先暫停了嘛，對不對？對，他暫停。那如果不斷的在延後，那其實也會造成他這個執行難民政策好像變成是一個空頭支票，所以他勢必希望早點改選，然後他可以實行他這個計劃，要不然這個就難民問題來講，其實對英國民眾是還蠻關心的。是，老師你說這個英國首相的這個提早改選，好像是掌握在就是我要解散國會，然後跟提早改選都掌握在首相的手上，首相怎麼決定，那我們的選舉時程就怎麼安排。老師，那可不可以稍微，我想岔出來小聊，因為大家最近也蠻關心這種解散國會這樣議題啊。老師，你覺得像在英國這樣的制度，是不是可以幫我們稍微簡單的介紹一下？是，其實英國的議會內閣制是全世界就有關這個政治運作這個最經典的這個個案。那其實就英國的議會內閣制的設計，就是首相他有解散議會的權利，那議員有倒閣權，然後但是什麼時候要解散議會，其實那個權力是放在首相身上。那按照往例啊，其實通常首相他會迂橫情勢，然後選一個對他最有利的時間，然後解散國會舉行大選。那這個制度其實長期來有非常多的優點，就是他首相可以判斷對他自己最有利的時機來改選，然後其實可以展現一個議會，它其實是不是僵化的，它是反映民意的，然後它是很靈活的，很有彈性的。然後這是這個就是最大的優點。然後但是不過非常特別的是，這個前幾年啊，其實2011年英國居然通過了把這個首相解散國會權力拿掉，因為任期固定了嘛。對，就任期固定。那外界很好奇，其實為什麼要有這樣的這個驚天動地的改革？那有點類似像對英國議會內閣制一個非常翻天覆地的改變。那其實當初有幾個考量，第一個考量是他們會希望把這個議會任固定為5年，然後可以減少這種政權更迭的不穩定性。那同時可以讓這個議會裡面可能有些小黨，因為政府可以長期存在，所以小黨也有發言的空間，然後比較促進這種政黨的平等性。然後但是它的缺點就是在於，其實它是議會的任期是固定的，所以它沒有彈性，也沒有靈活性。好，所以我們看到非常諷刺的是，這個2011年雖然英國議會通過了固定任期議會法案，但是在
2010年通过之后，其实3次的英国国会大选只有1例是正常举行，好，就是按照5年的规定固定任期，那其他都是不固定，包括这2017还有2019的这个选举，其实都是违反这个2011年的法案。所以这个英国政界常常开玩笑说，2011年的固定任期议会法其实应该把它改名为叫不那么固定议会法案，好，所以就出现这个情况。所以他2022年他又把它修改回来嘛？对，这样。老师刚刚提到一个重点是说，他可以首相有这个决定权，什么时候要解散议国会。那主要是考量到他第一个反映民意，第二个他可以选择对他甚至对这个党继续执政最有利的时间点。可是现在这个时间点看起来怎么样都怪啊，就是不怎么有利啊。是，不过这边时间其实也不多，因为从现在算，其实这个下半年大概也只有6个月。那所以对苏纳克来讲，其实他手上的机会也比较少。那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时间轴其实也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像今年上半年他就不断承诺，他说我下半年就会举行大选。所以我们倒推至2003年、2023年在评估英国国会大选，差不多时间也是落在这个下半年。所以我个人是并不意外。是，那有没有意思是可能现在对于这个他决定要提前大选对他有利的因素在呢？是。那最有利的因素是在于，我觉得它可能会比较多的缓冲的时间。好，那我刚刚提到说，如果时间如果压到最后，那可能到最后可能如果他当时声望已经很低，其实他没有再有缓冲的时间再去抬高他的声望。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比较关键。那另外也刚刚提到说移民问题啊，就是英国民众非常关心。那根据统计，其实英国脱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移民的问题。那所以苏纳克上台之后，其实外界也是就是非常关注他究竟是不是能够解决英国这种移民啊，或是这种难民的问题。那所以他提出这个遣送卢安达的政策，其实外界是这个非常高度的关切。那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在必须要贯彻他的这个政策。是，老师，我们看到说，其实这几年来看的话，就是保守党，尤其是这个卡麦隆之后的每一个首相，其实做的年限都不是很长的感觉，都是2年就换了。那老师，为什么这个最近的保守党大概这近10年来，到底在执政上出了什么问题吗？是，其实英国长期以来啊，其实他们因为是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制，所以比较容易造成这2大党轮流执政。那通常都相对比较稳定，可能做个3年啊，或是4年。那但是这次非常特别，就是2016年以后，其实英国目前已经有5位的首相。那特别是就是包括前任的英国首相特拉斯，他只有在位49天，创了英国历史的记录。那之前英国的杂志《经济学人》还特别把封面啊把英国设计为这个意大利，好，因为意大利平均24年之后，差不多一年就会有一个新的内阁。那这个政权更迭的情况，在英国是非常罕见。那我觉得只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脱欧。那我们知道，在2016年之后，其实英国的前首相，包括卡麦隆，还有包括梅伊，还有包括强生、特拉斯和苏纳克，其实他们都是因为英国脱欧的议题，然后最后必须要这个下台折损到嘛，对不对？所以说脱欧其实对，然后再加上后来的疫情嘛，疫情的处理，英国好像也没有处理的这么的理想，所以说导致说是不是现在的民意更不满了？是，其实上根据统计，其实英国是2016年虽然是选择脱离欧盟啊，但是在2020年的时候，其实根据英国的民调，其实大部分的英国民众认为脱欧是一个错误的选择。那所以到现在为止，也是在过50%的民众，他们其实认为这个希望如果有机会，可能希望在2次公投。那所以这个对英国来说，其实目前过去几年他们的政坛啊，其实感觉有点像不断的空转，然后环绕着怎么脱欧，或者脱欧之后要怎么前进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也困扰着英国的首相。那虽然表面上现在英国已经脱离欧盟，但是它实质上有很多的部分，它其实还是透过这脱欧协议和欧盟维持很好的关系。那另外很吊诡，就是以前英国是非常想要脱欧，但是到现在为止，英国和欧盟的关系，他们的协商，其实他们是希望欧盟保留对他们的让利，就是以前想苦苦哀求想要离开，现在是苦苦哀求想要留下，所以这是很讽刺的部分。所以老师，那我们再回来看这个苏纳克的这一次的决定，我可以说是一次的豪赌吧，好，然后但是因为他豪赌可能也是有一定的根据，都说，我现在的通膨的情况有改善啦，然后他昨天也喊出了，比如说如果你要支持降低利率，就要支持我啊，还有最近甚至还打出了要恢复义务役这样的说法。老师，你觉得这样子对这个接下来的这个苏纳克的选情来讲，是不是有加分的作用呢？
是，其实目前其实过去几年在疫情的时候，其实苏纳克的经济政策其实受到非常多的好评，因为当时英国因为封城，然后所以很多中小企业哈，其实这个经营非常困难，所以当时英国政府就像圣诞老公公一样，有很多的经济上益助，所以当时苏纳克的民调还蛮高的。然后但是疫情结束之后，其实保守党必须还是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他要增加这个政府开支，然后又要对企业减税，那要怎么去维持这个财政平衡？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有关这个经济要怎么样这个复苏，然后你同时还能够对这个企业减税。那另外还有一个政策是最近一阵子，其实英国民众讨论非常多，是有关义务役的部分。那其实我们看到全世界啊，目前这个190几个国家，这个大概只有60几个国家是采取征兵制，然后包括像整个欧洲地区，大部分都是募兵制，好，包括英国本身。那其实英国在60年前曾经2次大战的时候，其实因为这个兵役的这个兵员的需求，所以这个短暂的实行这个征兵制，然后但是现在是2024年，然后这个苏纳克政府抛出这个义务役的政策，其实在英国是引起非常高度的讨论。那当然，他的赞成和反对的双方都有。那根据目前的民调啊，其实大部分大概60%左右的民众，其实他们是反对义务役。好，因为这个义务役前面就是compulsory 是强制的意思。那我们知道保守党它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右派的政党，然后所以对于强制好这个部分，其实会引起很多民众的这个反弹。那不过这个制度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是它分成2个部分，一个是他希望18岁以上的青年啊，其实有2种选择，为国家更多付出。对，要不就是1年的这个强制的军礼服务，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1年之内每个月的每个周末去做一些社区服务，就是这2部分。不过因为刚条说社区服务它是自愿的活动，但是前面又加一个强制，所以变成强制志愿服务。然后所以在英国的民间，他们有很多就是讽刺，所以这个词汇是好像听起来很矛盾。所以说它也是一个很大变数了哈。老师，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就是说现在工党方面看起来一片大好啦，就是几乎赢了这个民调上几乎赢了保守党1倍。老师，你觉得这一次的提前改选，工党有机会重返荣耀吗？是，其实2010年的时候，保守党执政到今天为止已经14年。那因为英国是2党制的国家，其实2党轮流主政是算英国政治的常态。那所以很多包括前几次的英国国会大选，其实外界的意思，是不是保守党该下台了？然后他执政了10年10几年，民众也烦了。对。那不过根据英国的这个《经济学人》他们的民调，他说这个就是保守党这个胜选几率是只有在1%。好，那不过我觉得这个预估可能这个过分极端哈，因为我们看到未来的几周内啊，其实这选举过程中，其实2党其实他们都有可能因为很多政策可能会失分或加分啊，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还必须值得观察。那不过像目前这工党，它不管是政党的支持率，或是政党党魁的支持率，包括接连这次几次的改选跟地方选举嘛，对不对？对，其实都远胜保守党在20%个百分点，然后所以它的赢面是非常大。但是我觉得工党有他自己的问题，而且他的问题我觉得不见得会比保守党更少。是怎么说呢？是对，因为其实工党它是左派政党，所以他特别强调这个社会福利。然后，但是社会福利你必须要有这个政府的财政，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工党过去几年很多政策都是会出现一个矛盾，就是他希望增加一些政府开支，然后但是事实上他这个找不到财源。那如果他想要这个开支票的话，那其实也会让对手质疑说，那你的那个经费是从哪里来？然后所以我觉得他一直摆荡到这个矛盾之中。那另外呢，其实工党的很多政策上其实非常的有理，包括是不是要脱欧啊，还有对是不是支持以色列或巴勒斯坦，我们看到很多工党的政治人物，其实他说法都不一样，所以这一